上一期呢，我测了一台没有限速的春风450MT， 它的转速达到11000转，属于工程样车的测试车辆。而试车车的版本为9500转，动力呢会更加靠前，整个 MVP 呢会有所调整来适应它拉力时的定位，所以这个未限制的性能数据对我来说就变得有意义了。为了把全国的车辆数据收集完，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想办法去找车测，最终制作出这个加速排行榜数据表。里面有3个重要的数据：加速、刹车、下线油耗。全国我是第一个弄加速排行榜数据的，而且一款车我会找2-3台去验证数据的。有了这个加速、刹车、油耗一体的数据库，哪台车的动力强、油耗又低，大家选车参考的时候一目了然。这就是收集车辆数据的意义，帮助大家，帮助厂家。我也说过很多次，我希望我做的能推动中国摩托车的发展。没有限速的450NT 的数据呢，对我来说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我在开发450这台发动机的高性能凸轮轴，目标马力65匹以上，给他们下到比赛用的。450NT 呢，作为拉力车的设定，功率为44匹。后期呢，我可能会和国内顶尖的改装团队一起开发发动机的动力升级套件。只有收集有大量的数据，才能对一台发动机进行客观的分析。发动机的各项性能指标靠主观去测是根本不靠谱的，因为0.几秒的差距，人体的感官是根本察觉不出来的。而且有些车加速体感很强，但是数据却不一定强，这就是典型的被感官骗了。通常呢，将一台车调猛很简单，把提前角和喷油量空燃比调得更加激进，动力就来了，但是呢，油耗也就高了。所以动力和油耗必须同时测。去年8、9月份，我就在排行榜增加了油耗测试这一项。测试油耗的项目有3项，分别是用最高档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模拟国道速度下的最低油耗，最后一个是市区的油耗。而且测试所有的车辆线路都是一样，平均速度也相近。为什么不测正常油耗呢？不是更加贴近真实吗？如果测正常油耗的话，那车辆对比是完全不能对比的。因为有些人喜欢3500转换挡，有些人喜欢4500转换挡。3点钟测一路红灯是一个油耗，3点10分测一路绿灯又是一个油耗，左拐多一点是个油耗，右拐多一点又是一个油耗。礼拜1车多是个油耗，礼拜2车少又是一个油耗，都是外界的因素在影响油耗。所以我制定的这个测试油耗项目，统一没有红绿灯，统一用最高档，统一用55到60的速度，就是避免大家人为的操作和路线以及环境的因素，从而影响油耗，尽可能的把车以外的因素全部给排除掉。好，回到450NT 这台车，现在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已经跑了51.7公里，平均速度是49。表显的油耗上面显示是 2.8， 这个表显的油耗到底误差大不大呢？之前我测450SR 的时候，差 0.1 到 0.2 这样，表显跑了 118.8 公里，平均油耗是 2.9 升，而这里显示跑了 120.17 公里，平均速度是 50.2。我们待会加一下油，到底看一下是不是 2.9 升。好，已经满了，我们看一下。3.61升，3.61除以120.17等于3升。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它的油耗是3升。这里表显显示的是 2.9 升，但是我实际加油的量算出来是3升。而这个是续航能跑648公里，它基本上是以这个的油耗来算出这台车的续航了。如果是4升的话，它续航会有所改变的。好，待会我继续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测试一下国道的油耗。正式开始计时，仪表和手机 APP 双重数据记录。这台车呢，5000转左右的时候，表显速度在87。而450SR 呢，之前我测试的是1万转187，5000转的话大概在94左右。而450NT 这台呢，86、87左右。一档呢我也算过了，也要慢一些，而且慢的速率都是相同，在8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450NT 比仿赛的齿比大8%左右。现在已经跑了77.6公里，表显的平均油耗是 3.3 升，表显的平均速度是76公里，跑了1个半小时，回到加油站了。跑了116.4公里，表显油耗 3.3， 这里跑了117.87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5.8，满。
4.16升，4.16升除以117.87公里，3.53升。表显油耗是3.3升，所以多了0.2左右。刚才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测的是3.0升，而之前我测春风14S2的最低下限油耗是3.1升，齿比仿赛版本大，轮胎的阻力、风阻系数也要比仿赛版本大，但是还要比它更加省油。那么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个速度对应的转速下，这台发动机调教的效能要比春风14S2的要高。发动机的效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升扭矩。升功率呢，可以靠转速去堆。例如1000cc 的排量，功率有100匹的、200匹的、250匹的都有，功率呢可以翻2倍多。但是扭矩呢，接近120就接近峰值了。所以发动机的效能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升扭矩。这台呢6200转达到44，而自家仿赛那台呢7600转达到39。所以经过大量的实测数据分析呢，这台发动机的效能是优于仿赛那台的。但是呢，遗憾的是变速箱的齿比并没有变化，前3档比较疏，后3档呢比较密，典型的仿赛齿比。如果把它换成前3档比较密，后3档比较疏，更加容易动力起头。前3档更密的齿比对加速也有帮助，然后5、6档更疏的齿比呢，对大家摩旅的时候高速巡航呢，转速呢也能更加低。对降低油耗也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呢，研发成本会更加高，因为要重新匹配一套变速箱齿轮，所以我猜想是不会改的，因为呢，即将上市的。下限油耗对一台拉力车来说，3.0升属于中规中矩的表现，比自家的仿赛省油一些。